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做好了这样子的简易的混凝土基，那么这里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在单机里面这样做啊，如果是在服务器里面的话，可能就需要减小这里的活塞的规模，我们就只放4个活塞。如果放5个活塞的话，可能由于网络的卡顿或者是什么延迟的原因，我们在开连点器的时候就没法准确的点中这里的第5个活塞，就会导致上下不同步，这里就没法将这里的混凝土进行推动的瞬间，然后将它爆炸，最终的结果就可能导致上面被炸膛啊，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次我们挂机一共挂了多少混凝土。这边的混凝土呢，也是上一次在这里复制，从末地复制的那些重力方块，然后把它丢到上面的发射器里面，最终挂机就会变成掉落物，会被我们的箱子进行收集。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上一期节目中观众们所留下的一些评论。我们来看第一条，活塞墙的半砖可以换成玻璃吗？像这样子的半砖往上面爬的这种红石电路，由于 1.14 现在是可以在玻璃上面放红石了，所以像这样子的红石线路往上面传，可以用玻璃来代替，就不像以前像这样子用半砖，因为这种半砖的话，我们放置不是太好放置，放玻璃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红石上面就比如在这个红石上面直接放，它就上去了，就很方便。好，我们来看第2条评论，看看生存的天数。这里我可以打开 F3 让大家看一下，现在天数是1178天1000多天，也不算太长。由于这个存档也没有经常打开所以这个天数也就1000多天。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固化粉末可以用含水方块。这里我也已经把它给放出来了，含水方块是可以这么放，但这样放跟我用玻璃也差不了多少大家想这样放的也可以参考一下这种结构。好，我们再来看第4条评论，既然混凝土粉末能从末地掉到出生点，直接在出生点放一滩水，好呀，这个主意很好呀，我在出生点放一滩水，然后你当苦力来帮我挖就可以了。好，这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油管上面的一些评论，刷砂机可以刷龙蛋吗？刷砂机确实可以刷龙蛋，但是我生存里面做的那种设计呢，是没法刷龙蛋的。如果要刷龙蛋，可以去搜索一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但是机器做的不一样。第2条评论，怎么做到没有延迟的？像这种没有延迟的电路，我也已经事先把它给做出来了。这里是一个横着传输的，这边是纵向传输的，我都把它摆了一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拉这个拉杆，好，这2个活塞它是同时动的。纵向传输呢，这一种的话，它是只有在活塞收回来的瞬间，它才是同步的。它往上传这个活塞推出去，它是有延迟，但是拉回来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好，我们再看今天的最后一条评论，大佬能上字幕吗？好，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好，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要再来做一个树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以前做的树场，以前这个树场呢它产量比较低，每一次只能够产出1根木头。这里的箱子是我以前存木头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挂机所挂出来的原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原木已经被我们挥霍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在这里要再做一个大型的云杉树场，是那种2×2的，这样呢它的产量就会更高。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树场采用的设计是我们国内的一个玩家叫做临时它的这种设计。在我们做树场之前呢，要首先确定我们种树苗的地方，这里放了一个2×2的一个土块，我们要在上面种树苗。种树苗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我们四周的方向。我们要找到北边这里 F3 我们可以看到的左上角，这里就是北。我们如果拿这个原石拿来当做树苗的话，我们把它种上去。我们先找到它的西北角。云杉树苗呢，它生长是有一个规律的，以西北角的这个树苗它就是中心，也就是我现在点的这个方块。那么这个地方呢，以它为中心3×3的范围也就是现在的这9个方块里面，这9个方块里面是不能有其他的方块如果有除了原木还有泥土和草方块以外其他的方块的话，你对它催熟它是不会长的。我们从旁边这里以前的树上呢还是有很多树苗的，我们过去拿几个树苗。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这里种一下。西北角呢是它，那么它就是中心，以它中心，只要是
3×3范围以内啊有方块阻挡的话，这个树它就不会长。我们不管怎么催它是不会长的。但是呢，我们放这一边，它就可以长，它就长出来了，这就很神奇。所以在做这个树场之前，一定要明确这个方向，把方向找准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设计这上面的活塞要怎么推。妈的，我还要把它给砍掉。在做云杉树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树苗的回收率。我也是看了好多种设计，最终还是决定用临时的这一种，因为这种树场呢是有几个优点的。第一个是能够确保我们身上的树苗有足够多的树苗来进行 AFK， 然后第二点呢，确实是很简单啊，所以我才想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设计。我们刚刚已经明确了这里的方向，明确了这个方向，我们也就知道可以在哪里放方块啊。我们第一层可以在这几个地方放方块，这个只是垫脚的，这个只是我垫脚的，这里可以放方块。但是第二层呢就不一样，第二层它是以它为中心5×5的范围啊，都不能够放方块。如果要放的话，只允许放置原木或者是泥土都可以。这里我们就用原木，这里呢按次递推，需要把刚刚生长出来的原木把它推到这一格，从这里推到这里。这里的按次递推呢，大家可以看我演示一下，就可以把原来这里的原木推到这里。它是通过这里的2个活塞，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原木方块，也就可以使之前长出来的原木把它推到第3格。那怎么样把它收回去呢？这个就有点困难啊，这一次它收不回去，我们需要第2次脉冲才能够把它收回来。收不回去，我们旁边还要再做活塞，然后当它这边把侦测器推出来的时候，这一边我们也可以再弄一个侦测器，就相当于给它再来了一次脉冲。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次性实现啊，让它推出去，然后再把它拉回来。这里位置有点不对啊，这里的位置有点不对，我们还要再往后面去一个，毕竟这里全都是二次递推，旁边的活塞只是用来处理树叶的，所以就不要推到这个树干上面去了。还是和刚才的思路一样，我们这里放一个侦测器，就是用来更新这一个侦测器，让它推出去之后，它给它一次脉冲，但是侦测器给它的脉冲呢，只能把方块推出去，但是不能拉回来。这里的侦测器呢，它被推出去之后啊，会被这个侦测器侦测到，所以这个侦测器还可以再给它一次脉冲，就可以使它再把它拉回来。里面全是粘性活塞，外面呢就是这种普通活塞。这里我们还要再给它一个方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结果啊有什么不一样。但这个线我是随便牵的，我们等一下肯定不会像这样蛇皮牵这个电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的原木，大家注意看一下。好，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把它拉回来了，这边还没有拉，这边没有拉是因为这里我没有放侦测器，所以这边要跟这一头啊做的是一样的，两边对称，就可以使这半边的原木也可以让它拉回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一次脉冲，就可以使这里的原木把它拉回来。好，我这次把两边都给做出来了。这里的发射器呢，最后要放骨粉，骨粉我们要怎么传？这里呢要用投掷器连续往上面接3个全都朝上，因为这旁边全都要接漏斗，所以这里的发射器里面的骨粉我们只能够从下往上补充，我们不能从旁边接漏斗，旁边接漏斗它就会顺着下面的漏斗把它吸到别的地方去。我们最终挂机点呢是在这里，我们先把挂机点把它做出来，这里这上面呢要放铁轨，这里我拿2个铁轨，两边把它挡一下。这边我们可以再放一个投掷器啊，我们这边在现场做一个投掷器，这个投掷器呢是给我们补充树苗用的。放歪了，放这里，我们再拿一下漏斗，最后树苗呢它会掉到漏斗里面，然后统一再把它们传到投掷器里面去，最后就投到我们玩家身上，就可以保证我们树苗的循环利用这里的漏斗全都朝着一个方向接。好，我们挂机呢就在这里挂，再拿出一个拉杆，这就是开关，把这一拉这就会亮。好，下面我们就先弄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已经做好了，做好了之后这里拉一下，好，这里两边的木头呢都可以把它拉回来，
所以我们只要一次脉冲就可以使这里的二次递推把后面的方块给粘回来。好，那么下面的几个投掷器还有上面的发射器我们要怎么激活？好，我们给它牵一下红实线，这里的红实线呢从这里连上来，然后再连到上面这个漏斗这里。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拿一下骨粉，我们再给它充能看能不能从最下面投掷器一直把它投到上面的发射器里面就可以了。这里测试就直接用一个高频就行了，高频这里用一个活塞把它推一下，把它推进去，我们只用将它推到里面去，它就是一个高频。那么下面的骨粉在减少，我们看最上面的骨粉在增加，这样呢就可以使下面的骨粉全都传上来。当然这一点储存量是不够的，从这里接一个漏斗，漏斗上面再放箱子就可以了，这样我们挂机也就可以挂机的更久。先把它关掉，这里把它关掉。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开关上面的红石把它接到这里来，这里放一个方块，我们先放一个方块，先就这样接上来，关呢就这样关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的树苗如何检测它长成树干了，这是一个有点难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像之前那样一个树干那样检测，那样检测的话可以直接这一边放一个熔炉，里面再放一个物品，这边呢再放一个比较器，它是可以隔着原木进行检测的。当然我们这里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树干是2×2，我们无法用比较器检测2格以外的容器里面是否有物品，这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检测电路呢？这里检测的话，我们就通过一个 BUD 检测，这里是通过 BUD， 所以这里呢，哎呀，我把这个中继器打掉了。然后这里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样进行检测。检测你这里直接给它一个红石信号源就可以了，上面给一个红石块或者什么，给它充能就行了。当然这样是不行的，这样的话会激活就把上面的活塞给激活了，就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就采用熔炉的方法，熔炉可以永久给它提供红石信号。这里用个比较器，当然这里也可以放蛋糕，也可以，或者是那个水缸都可以。我们这里就直接拿一个熔炉就可以了，毕竟熔炉比较方便，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末端这里放一个，里面再随便塞一个物品，这样呢上面就可以持续的有信号往这里输出。比如这里长了一个原木，那么下面呢这是它的一个 BUD 位BUD 位它是会伸出的。当然我们直接这样放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BUD 你如果没有方块对它进行更新的话，它是缩不回来的，我们要对它进行一次更新。这个更新其实也不难，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放一个音符盒，在这里面放一个音符盒。当然我看临时不是这样做，临时它是在这里再给它弄一个红石，对它进行一次更新。当然我这里做的跟它不一样就贴着它放我们只要打开这个开关，可以看到这里的高频是对着这个投掷器充能的，只要对它充能，这个音符盒它是会接收到这个红石信号，它里面的音是会在不断的变化的，只不过你们听不到，因为上面有方块把它遮挡着在，音符盒是在不断的变化，对它在持续的进行更新。我们可以上去随便放一个实体方块可以看到这个活塞它在动，把它打掉，它又缩回去了。这里的 BUD 就是这么玩的。那么这里的 BU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树上的开关，我们再从这后面把这个信号一直接到上面去，对不对？接到上面活塞，让它进行推，就可以把上面的树叶以及树干进行处理。然后这里要注意一点呢，这里的原木一定要把它换成玻璃，因为这里长出了原木之后，这里的活塞会把它推到外面去。但是推到外面去，如果这里以前是原木的话，那推到这里来会干扰下面的这个电路，这里一定要把它换成玻璃，因为玻璃它不是实体方块，这里就不会再产生 BUD， 使下面的这个侦测器活塞它乱推，就会有一定的干扰，这下面一定要换成玻璃。然后第四面呢也是一样的做，也是一个方块，然后再放一个侦测器，外面呢就是普通活塞。好，这样我们一层就把它做完了。一共要做多少层呢？云杉树苗它长得最高也就是29格，所以我们可以做28格。
为什么最上面29格可以不用再放活塞了呢？因为第29格它通常只会长一个原木啊，只会长一个原木，所以你想处理这一个原木也可以，不想处理也无所谓，也就是一共14层，像这样子的结构要做14层。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工吧。不过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它换上侦测器，因为这里的红实线啊，我们怎么上传呢？就是通过这里的侦测器不断的往上面传，把第2层就这样放，然后也是搭成这样同样的结构。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做一下吧，这个还是有点累的。好，我现在已经把它全部都搭到最顶层了，从下面数到最上面来，到这个活塞就是第28个活塞。这个简单，只是说原理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做出来，这个还是得看你自己的，看你的毅力了。可能我又倾家荡产了。然后这里铺红实线呢，这个地方放一个中继器就可以了。因为从这个侦测器一直往那边传是正好能够传到这一格，传到这里就没有信号了。后面再放一个中继器，使得后面的活塞全都能够推出来。好，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下去试验一下这个树场里面的活塞能不能正常的推出来。当然这个树场简单是简单，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坏了很难维修。因为这里的红石上传是用的侦测器，如果这里的侦测器出了问题，里面的活塞就会无法复原，它会推出去，但是拉不回来，很容易玩坏。要激活这里的活塞，我们要到后面的这个侦测器这里，我们只用激活这个侦测器，里面的活塞就会推一次。好，全都推出来了啊！我们现在进不去啊，进不去，然后再把它打掉，它就复原了啊！这里全都复原了。当然，这里的2次更新的频率不能太快，这里更新频率太快我就不演示了，因为演示这个树场就坏了，我维修起来可能得搞好久。我在创造的时候也试了，这里的2次更新的这个频率呢，最好要大于6T 的间隔。如果你的更新频率在6T 以内，这个树场就会坏。所以这里我们给它接线呢，我们要做一个6T 的一个脉冲，6T 直接打一个4档一个2档就可以了，这就是6T。然后再把这里的信号接到这个脸上面去。这里的怎么接呢？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红实线把它拉上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平台搭高一点，因为这个侦测器它是强触能这个方块，所以它推过来也是可以激活比它高一格的这个红石。我们再放一个4档一个2档，这边再放红石接到这个脸上面去，接上去。现在它推出来了，它缩不回去，我们要再给它更新一次才行。这次更新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把它打掉，然后快速的放上去，就只会造成1次更新。好，这下活塞它就复原了。这个外面呢，每一个这个外面都要把它，哎呀，这个玻璃不是很好放啊。哦，没有关系，放这个玻璃的话，它只会推一下，它不会出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树场今天也就做这么多。临时它的原视频呢，也是给大家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巨坑，就是只做了这一部分，并没有后面的 TNT 处理部分。当然剩下的那一部分呢，我们下一期再把它完成。这种树场呢，它的原木最远只能够往外推5格，以它为基准，1、2、3、3、4、5，推到第5格它就推不动了，因为这第5格就正好是里面的这个活塞的第12个方块，所以这里的原木根本就不能推多远，只能推这么一点远。然后 TNT 炸的话，肯定是不能直接把 TNT 抛到这里来炸，抛到这里来炸就会把机器给炸坏。我也在外面试过铺一层水，因为水是可以减免 TNT 的爆炸威力的，铺一层水呢，还是会把上面的红石给炸掉，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这里只能再给它弄一个2次地推，把它往那个方向推到这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用 TNT 把它给炸掉。当然也有其他的树场啊，有其他的树场做的比这个要稍微小一点，把它推出来可以直接用 TNT 炸。不过那种树场呢是没法保证你的树苗的回收率的。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树苗处理的怎么样。挂机这里还要再放一个矿车啊，矿车我们就先不放了，矿车让你来回来这里荡来荡去，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这个树苗种上去，就可以 AFK。
哦，然后这里还没有接信号，我们要把这里的高频把它接上来，或者我们可以直接用侦测器，对不对？因为这里的投掷器啊，它是在不断的投东西，尽管里面没有物品，它也算是一次变化，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高频一直接到投掷器这里。哎，哦对，接歪了。我们拿白色混凝土，这样好看一点。这里接一个，这个也换成混凝土，然后再拿一个红石就可以了。这里这个点状红石就可以对它进行激活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现在它能够喷这个树苗了。我们再来种，好，有没有问题？可以看到这里的树叶全都被处理掉了，然后这个树干是被推了2格。我们可以再种第2颗，然后我的游戏就崩溃了 ，fuck！ 好，我现在又重新登录了一下 ，nice， 这上面已经坏了，这玩个毛线啊！这上面坏了，还好只是坏了这么一点点。那我们今天就弄到这里吧，我也是服了，这个树场我也是之前在创造弄的时候也是经常崩溃，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经常自己玩着测试的时候，它就崩溃了，很容易崩溃。啊，行吧，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来评论区留言。那么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